由金喜善主演的大女主剧《黑色的新娘》上线。本故事以豪华婚介所为背景，探讨通过跨阶层婚姻是否能改变命运。剧情既具讽刺意味，又贴近现实。金喜善的演技格外引人注目。故事伊始，雷克斯是韩国顶级的相亲俱乐部，专为富贵家族的公子哥以及政界和商界的名流提供相亲服务。只有资产超过亿万的男性才有资格成为会员，特别是黑金会员，他们的资产更是高达数千亿。由此可见，受邀请的女孩都是极为优秀的。她们不仅家庭背景显赫，外貌也需出类拔萃，教育背景同样非凡。但这些仅仅是成为雷克斯会员的基础条件，要经过负责人多层筛选，最终才能选出最合适的女孩成为会员。他们每年还需缴纳高额的会员费，这才有机会参加相亲活动。这个高端相亲俱乐部的创始人叫金姐，她坚信婚姻是门生意，只有嫁给最有钱的人，这笔生意才算成功。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，嫁给了一个躺在床上的亿万富翁，依靠丈夫的财富创办了雷克斯。最近她计划了一个宏大的项目，即将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奢华晚宴。她这么做的原因是，晚宴将出现一位顶级富豪，这位名叫亨珠的男士资产数千亿，是相亲俱乐部的黑金会员，不仅是上市游戏公司的老板，还年轻有为且英俊，可说是自雷克斯成立以来见过的最理想的配偶。这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单身女继承人，其中不乏有为了嫁入豪门不择手段的女性。剧中的女二觉熙就是这样的人物，她曾有幸一睹亨珠风采，对韩国富豪榜前10的人物了然于心。为了接近亨珠，她不惜一切代价，花大价钱成为雷克斯的黑金会员，甚至直接用钞票贿赂工作人员，希望能够促成与亨珠的婚事。而另一方面，女主慧仁则与她截然不同，她出身普通，性格朴实，日常是一名大学老师，身为单亲妈妈，抚养着13岁的孩子。有一天，她在讲课时收到了一条信息，信息上清晰标明来自一个名叫雷克斯的高端相亲会所，这让她感到困惑。她明明没参加过任何相亲，为何会收到成为会员的邀请？回家后，母亲递给她一张名片，名片上也是那家公司的名字。慧仁这才意识到是母亲帮她报的名。母亲说那里全是富贵人物，希望她能抓住这次机遇，但她根本没有相亲的意愿，所以打算拒绝。她知道那个会所的费用极高，便问母亲报名花了多少钱。母亲有些心虚的伸出一根手指，慧仁顿时坐不住了，在想母亲哪来的1000万。母亲却让她别问太多，坚信这笔钱花的值得，只愿女儿后半生能幸福，哪怕自己一贫如洗也甘愿。母亲也不想花那么多钱，但1000万仅是最低入会费。虽然被母亲气得说不出话，但她无意中看到母亲手上传家的戒指不见了，这时她明白母亲卖掉了最宝贵的物品，才筹得这笔钱。她不愿让母亲失望，但对再婚已无任何期待。第二天，她便来到雷克斯会所，希望能退掉会员卡。工作人员接过卡，告诉她需要稍等，因为退卡需由主管亲自处理。此时金姐刚处理完 VIP 客户的事务，返回俱乐部，恰好遇上了刚行贿的在熙。金姐立刻认出了他，这位著名的律师便热情地打了招呼，但他一叫出在熙的名字，旁边的会员便愣住了。他回头想确认是否是记忆中的那个人，却不小心打破了旁边的花瓶。这个动静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紧张的气氛迅速在空中凝结，两人目光交锋，充满敌意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？慧仁曾经也拥有一个幸福家庭，有个温柔的丈夫和成绩优异的女儿。丈夫是一位公司高管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有成。直到在熙的出现，打破了这平静。在熙是丈夫公司的法务人员，私底下频繁接触慧仁的丈夫，试图诱惑她挪用公司资金。慧仁的丈夫经不起诱惑，与她发生了婚外情。隔日，丈夫便向慧仁提出离婚。慧仁起初认为他只是醉语，但丈夫整理行李要走时，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她追问丈夫是否有了外遇，她的默认回答让她心碎。她哭着求丈夫不要离开，她为这个家付出了15年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梦想。连女儿的成绩都是那么出色，她不懂丈夫为何要舍弃他们。她愿意原谅丈夫的过错，希望他能回到家庭的怀抱，毕竟女儿还小，她不愿女儿在无父的环境中长大。但丈夫心里只有和在熙的未来，对慧仁和女儿毫无牵挂。他只淡淡说了声对不起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当晚，他便与在熙同居，心中已将家庭遗忘。在熙对他的迷恋显而易见，两人的亲密无间，不言而喻。慧仁冷静后同意了离婚，她的丈夫又去找在熙，希望取回曾给在熙的钱作为女儿的抚养费，但在熙已换了态度，声称那钱已是她的，声称她并未要求丈夫离婚，挪用公款的事她也不承认，这钱一到她手就是她的。丈夫自愿抛弃家庭，在熙坚称这与她无关，男人的财务犯罪，她一概不知情。说完，她转身离去，再无回头。这时，慧仁的丈夫才明白自己被彻底利用了，他不敢相信，捂着嘴巴震惊不已。更让他懊悔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他。公司很快就发现了挪用公款的行为，在熙把所有责任全部推到慧仁的丈夫身上。面对公司的审问，他说自己的钱都被在熙拿走了，自己完全是被他欺骗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对方立刻播放了一段录音，录音里在熙哭诉，说他那天喝醉了，遭到了男人的侵犯，并被带到酒店。
他无奈隐瞒了他挪用公款的事。男人听后彻底崩溃，现在不仅一无所有，还可能面临官司的严重后果。面对女人的污蔑，他却无能为力，结果被公司解雇，还要背负法律的责任。而在西更加无耻，他找到已是前妻的慧仁，命令他管教好自己的前夫，说慧仁的前夫一直在骚扰他，想迫使他嫁给他。他对慧仁的前夫这种老头毫无兴趣。在这个夜晚，慧仁的前夫承受不了这打击，昨日还是公司的高管，今日落得一无所有，还被女人所害，甚至还面临官司。他孤独地走向天台，决定结束这痛苦的生命。他最后给慧仁打电话，向他坦诚了一切，说是在西害的他。慧仁从电话中感觉到不妙，立刻驱车回家。正当他赶到楼下，一个身影从高空坠落，重重地落在旁边的车上，发出巨响。慧仁回过神来，震惊地发现是自己的前夫跳楼了。慧仁面对这一幕，呆立原地，如同失魂落魄。此刻的在西沉浸在胜利者的喜悦中，在豪华酒店享受温泉的舒适。第二天，他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，慧仁正试图从悲伤中恢复，却被一群法院工作人员闯入家中，他们没收了所有财产，连一双运动鞋都不留。慧仁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，只得依靠自己找工作。他联系了大学时的教授，希望借助教授的关系找份工作。教授表面上学识丰富，实则品行不端，见面时就对慧仁动手动脚。他找借口逃离了餐厅，偶然遇见了旧日暗恋的小帅。当下的慧仁没心情聊天，只想迅速离开那里。小帅对他一直念念不忘，还递给他自己的名片，告诉他有事随时联系。不曾想到事情变化如此之快，在相亲会所意外遭遇宿敌在西。慧仁原本打算退掉相亲服务，但在西了解了慧仁的近况后，决定不退卡了。他要参加这次的相亲活动，目的不是寻找富家少爷，而是想要报复在西。刚从相亲会所出来，就发现在西在门口等着他。在西冷嘲热讽地走了上来，嘲笑他丧夫不久就来相亲，太急了，也表示慧仁老公他所做的事情需要慧仁向他道个歉。这番言论让人大跌眼镜，难以置信有人如此无耻。慧仁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说如果这些单身男性知道在西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他们还会不会被选中？这让在西的脸色顿时变了。在西威胁慧仁不要胡说八道，慧仁看着他急躁的样子，却装作若无其事的上车离开。与此同时，雷克斯内部开始筛选晚宴的女宾名单，挑选出了5位优质女性，名单中也有在西，但会长认为她无背景无身份，因此决定把她排除在外。第二天，慧仁再次访问雷克斯，他想偿还那个被自己打破的花瓶的费用，恰巧看到宣传海报，宣告今天有金姐演讲。好奇心驱使下，他步入了演讲厅。金姐自信满满的在台上发言，她认为找伴侣不必要求多么热烈的爱情，只需看对方是否能助力自己的能力。金姐对爱情的务实观点让慧仁也产生了共鸣。演讲结束，他接近了金姐，向金姐请教，如果要对某人复仇，应该如何行动。金姐立刻看出慧仁有着自己的故事，严肃地对他做出了回答，说要毁掉一个人，成为他最畏惧的存在。如果目前能力不够，那就学会借助他人之力来实现目标。人只要站得够高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听着金姐的话，慧仁听后深受启发。这时，小三在西插了一脚，出现在金姐面前，说有要事需与金姐商讨。金姐因忙于会议而婉拒，建议她联系客户经理解决问题。两位互不相让的女性走进洗手间，在西追问慧仁和金姐谈了什么，慧仁却不愿意理会。但在西事先调查了慧仁的背景，威胁说如果她学生知道了慧仁丈夫的所作所为，他们将如何看待她这位老师，试图以此来威胁，希望以此结束两人的纠纷。但慧仁早已看透这个女人，她无所畏惧，现在的她只想让在西付出代价。在西因慧仁的坚决而感到不安，她梦想着嫁入豪门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所以第二天，她找到了慧仁的学校，提出了高利润的项目合作，坚持慧仁必须参与。校长立刻通知了慧仁，承诺给予她正式教授职位，条件是参与这次合作。这对慧仁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。慧仁当时心情很好，却意外地看到投资人是在西。慧仁的脸色立刻变了，没想到在西会变换方式来接近。在西开始尝试与慧仁沟通，希望能够缓解两人之间的紧张，但慧仁怎会轻易原谅他？正是这个女人导致他家破人亡。很明显的是，他们没能达成一致，两人最终无果而散。无奈之下，在西拿出自己的最后手段，他闯入了雷克斯金姐的办公室，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金姐。原来在西竟是有望成为下一任总统孙议员的私生女。孙议员一直把她当成耻辱，并不承认这个女儿，反而觉得她是个威胁。掌握了这个秘密，金姐就能控制孙议员。在西的目标很明确，想用这个秘密来交换自己和黑金会员李亨珠成功配对的机会。金姐凝视着合照沉思，因为想要走后门的不止在西，还有孙议员的妻子。孙议员的妻子也有一个女儿，名叫美珍，虽非孙议员亲生，但她得到了光明正大的对待。孙议员对她宠爱有加。美珍本身也是青瓦台的高官，她的母亲认为自己站在了政治巅峰，希望女儿成为掌握财权的人，母女联手，势力强大。
他们的地位无人能撼动。因此，孙议员的妻子主动接触了金姐，以金姐丈夫急需的一块地皮开发权作为筹码，希望用这个作为交换条件，让女儿与财阀李亨珠成功配对。相比之下，孙议员妻子提出的条件更加具体直接，如果能够拿下这块地皮的开发权，她就有了与丈夫谈判的资本，可以给她50%的集团股份。她虽然嫁入豪门，但一直只是财阀老头的陪衬，依靠着照顾老头才获得了雷克斯会长的位置。但想要融入集团的高层，必须要有更强的手腕。金姐在两难中权衡，最终将在西和孙议员老婆的谈判选择了帮助现在受宠的美珍。而她已经计划好了对策，那就是办一场蒙面舞会，从会员中选出价值最高的20位男士。女嘉宾的选拔也要严格，所有人都需戴上面具，这样公平的寻觅心动之人，既能保密客户信息，又增加神秘感。内部人士严禁泄露信息，违者立刻解雇。名流们纷纷收到舞会邀请，收受在西贿赂的客户经理，甚至把时间和地点透露给了他，暗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不需家世，只需在舞会上绽放魅力，就能成为舞会焦点。按目前的等级，会人本无资格参与这次舞会。得知这些，让在西安心不少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金姐已经邀请了平凡的会人。金姐察觉到两人间的微妙，想让局面更加有趣。起初对舞会不感兴趣的会人，听说在西也会参加，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金姐在访大客户亨珠，亨珠认为蒙面舞会不适合自己，直接拒绝了他的建议。本身他参加雷克斯相亲，就是因为母亲背着做的决定。母亲希望他找个贤妻良母，能够照顾家庭和孩子的，但他自己却是和母亲的想法不一样。他想要的是懂他的年轻女性。看出亨珠不满的金姐立刻说，这舞会是为他定制的，因为都是精心挑选的人选，他可以任意找到心仪的类型。面具下隐藏着的是真实身份，在平等的基础上，不牵涉任何利益，这才是最真挚的爱。原来亨珠也有过一段婚姻，并且抚养着一个10几岁的孩子，可他的妻子偷情被抓，这让他选择了离婚，因此他对爱情失去了幻想。儿子因为缺乏母爱，变得稍显孤僻，所以他妈妈急于找个继母。在金姐的巧言劝说下，亨珠渐渐动心，于是最终同意了。一切都在按照金姐的计划进行。他以为只要再忍耐一段时间，等老人去世，所有遗产就都是他的了。没想到与老人断绝联系多年的儿子突然回来了。老人对儿子的归来非常高兴，他主动提议儿子搬回家同住，小帅欣然接受了。但他回来并非只是为了探望卧病的父亲，而是为了要回他应得的一切。这也是他母亲临终前的愿望。即使不喜欢这个家，为了母亲，他也得继续扮演角色。金姐表面上对父子和解很开心，但心里已经感到了威胁。老人见儿子40多岁，还未成家立业，便开始担忧。他想到自己的妻子正好是媒婆，于是让他给儿子找个匹配的对象。金姐对老公说起自己正在策划舞会，听说舞会的老人马上要求儿子也必须参加。小帅并不感兴趣，但为了让父亲开心，也只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不久，一场误会下的豪华相亲舞会隆重开幕，所有的女继承人都穿着华美的礼服，画着精美的妆容，戴上了面具。他们中有的甚至孤注一掷，只为在这场相亲会上找到金龟婿亨珠，成为真正的豪门夫人。而在西市这些女性中最不择手段的，她通过贿赂已经得知了背后宙斯面具的真正身份是亨珠。她身着红裙进入会场，立即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不久，一个穿白衣的男士便向她发出了邀请，他目光坚定，目标明确，男人的邀请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直到他看到那个穿着黑色西装、佩戴宙斯面具的男士出现，他才开始了他的行动。他观察他和其他女士喝酒跳舞，他毫不犹豫地在众人面前将她带走，带着她来到舞台中心。他用妩媚的舞蹈和身姿，尽力展现自己的吸引力。他那刻意的动作和触摸，足以让任何男士心动。他没想到的是，金姐早已预见到会有人泄露身份，因此他提前将宙斯面具和白色面具对调了。所以现在在西旁边的黑衣男子是小帅，而真正的富豪李亨珠正是之前他拒绝的那位白色面具男士。此刻他站在角落里，静静观察着他。而唯一知道亨珠真正身份的是穿着黑色礼服的美珍。他一眼认出了角落中的李亨珠，便主动上前与他搭讪。但男士对这种平常的搭讪，比起台上的在西，完全提不起兴趣。但美珍并不想就此放弃，她邀请亨珠一起跳舞，随后也登上舞台，与在西一展风采。众人围着舞台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而远处孤立无援的白色面具男士，对于这场相亲会毫无兴趣，他的目的仅是揭露在西的真面目。很快他就注意到红衣女子背上的纹身，认出她正是在西。在西也是竭尽所能地表现自己。他邀请戴面具的小帅一起打台球，在球桌上展示了高超的球技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诱惑，总有不识趣的女人来打扰。这时候白色面具的亨珠又上前搭讪，他已经被在西迷住了，但在西并不知道他是谁，甚至没有正眼看他就拒绝了。大总裁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大的挫败感，不敢再次前去打扰。接着在西故意走到小帅面前，把自己的耳环掉落在地上，趁小帅捡耳环的单儿，他约小帅出来了。两人来到走廊，在西不停地自我推销，自称是律师，说自己是大企业家最佳伴侣。小帅说自己不做生意，没头脑的在西没发现搞错对象，
还以为男人在隐瞒身份，在西手开始不由自主地在小帅身上游走，看小帅没拒绝，他打算试着亲小帅。这时慧仁出现搅局了，小帅也就走了。在西生气了，他不知道这个戴白面具的是谁，但觉得那人针对他，正想冲上去摘掉慧仁的面具，却被后面一对男女吸引了。两人又回到了大厅，亨珠也注意到了不断受挫，注意到了安静的慧仁，他主动打招呼跟慧仁聊天。慧仁说自己主修生化学，对今天舞会的面具有独到见解。亨珠被他对神话的见解吸引，他对他产生了兴趣。这时小帅加入了谈话，听慧仁说自己是首尔文学院毕业的。小帅想起了初恋女友，他不知道旁边的白面具就是前女友慧仁。美珍注意到了亨珠，也加入了谈话。在西看到别人跟自己的目标聊天，急忙贴上去，说还没跟小帅聊完又约他走，没走几步就装摔。小帅和亨珠都伸手帮忙，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亨珠。金姐在楼上看着这一切，最终环节到了，大家揭面具自我介绍，红裙在西成了焦点，她揭面纱，全场鼓掌。他没想到白面具摘下来，看到慧仁他紧张起来。慧仁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他正站在众人面前准备揭露在西的步伐，却被一旁闹相亲的夫妇打断了。转头一看，在西已经溜之大吉，现场的两个男人开始争斗。混乱之中，所有贵宾纷纷离开了相亲现场。宙斯身着黑色西装走了出来，在西急忙上前拦住他。男人一回头，却发现不是他心中的理想猪。在西愣住了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亨珠已经在他背后走过。两人对视几秒，却默然无语，直到看到亨珠手中的白色面具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呆立原地目送着亨珠坐上豪车驶离，反应不过来，有些懵，后悔莫及地站着。回家后，他生气地追问客户经理，为什么慧仁会在那里？客户经理解释道，只有金姐有权邀请慧仁。在西这才明白是金姐利用了他，虽然相亲会结束了，但大家都要选个心仪对象，交给雷克斯进行登记。客户经理收了在西的好处费，于是去打听小猪的选择，但主管说他也不清楚，然后去金姐办公室汇报。他实际上是知道亨珠选了谁的，但不打算告诉客户经理。他不解地问金姐，为何亨珠不选其他优秀女性，而偏偏选了慧仁？金姐只是微笑不语。选慧仁的不止亨珠，还有他的初恋小帅。慧仁又一次拜访金姐，他的目的是把在西的罪行全告诉金姐。金姐早就知道他不是来相亲的。两人坐下来谈，慧仁开始讲述双方的恩怨。她说在西利用了她丈夫并陷害她，这最终导致她丈夫自杀。听完细节后，金姐并不惊讶，而慧仁却感到在西这样的人采取任何手段达到目的，根本不配得到幸福，更不能做事他伤害其他人。金姐却说他们查过在西的背景，他没有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，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把在西除名，即便在西有违法行为也没被发现，这一切都是她丈夫自找的。即使将在西踢出会员，国内还有超过800家婚介机构，难道要一直追着在西不放？金姐建议对付这种人得改变自己，只有变得更强，强到让人畏惧，才能更好的报复。慧仁听着呆住了，但想通后仍不同意金姐的观点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出来后又意外遇到了在西，看着慧仁难看的脸，在西心里却窃喜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得到想要的。慧仁再次向他挑战，誓言不会让他如愿。两个女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，在西再次找金姐是想见一次亨珠，他觉得自己在舞会上给人留下了坏印象，只要金姐能让他见小猪一面，他会永远支持金姐。金姐见他这么执着，就答应了，立刻联系了亨珠，告诉亨珠他的心上人慧仁并没有选他，而且慧仁已婚，还有个孩子。富豪们一般听到这种情况都会退缩，亨珠听后显得失望。金姐抓住机会向他推荐在西，表示在西对他有意，如果他同意可以安排他们见面。这让亨珠困惑，明明他在现场对他有好感，却被在西拒绝了，但还是出于好奇，他同意了见面，因为他也很想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怎么想的。小帅根据提示找到了慧仁的学校，他原以为慧仁出席相亲舞会是因为他离婚了，却得知是因为她丈夫自杀，明白了慧仁目前的困境。小帅想要伸出援手，却被慧仁坚决拒绝了。慧仁回忆起在西在舞会上对小帅的主动，他警告小帅最好远离在西，提到自己的丈夫就是死于在西之手。当晚按照金姐的安排，在西终于如愿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富豪亨珠。亨珠好奇地问在西为何舞会上对他不理不睬，却又选择了他。在西冷冷的回应，声称对亨珠真没兴趣，只是不忍心看他孤单一人才选择了他。在西的演技真是一流，他还假装不知道亨珠的身份，问他的公司名字。听到亨珠的回答，他装出了吃惊的样子，说自己为了买他公司的游戏装备曾花掉1个月工资。在西用心机婊的手段渐渐跟亨珠熟络起来，在金姐的安排下，慧仁也来到了这家餐厅与暗恋他的男人见面。两人还没说几句，男人就借尝美食为由诱慧仁上楼。上楼后，男人试图拉慧仁进房间，慧仁惊慌逃跑，他赶忙给小帅打电话求救。小帅急匆匆赶到，确认慧仁安全后才松了口气。他们随后去酒吧叙旧，小帅透露了当年离开慧仁的真正原因，
虽然现在看似老头很关心小帅，但小帅小时候，老头经常对他妈妈施暴。他曾经有个哥哥，在试图劝阻父母争吵时被打死，他妈妈也无法承受这个打击，长期住院，最终离世。他一直忘不了父亲的事，心里埋怨了好多年。他最想做的就是离开这一切。大学一考上，他就决定了，他没回头一次，直接飞到美国去留学。他害怕有一天控制不住自己，真的会做出伤害父亲的事，这样也会牵连到慧仁，所以他才选择悄悄地离开，心里默默祝福慧仁。慧仁听了这些，感到非常震惊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童年秘密。如今多年过去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他们注定错过了彼此。抬起头的慧仁发现在旁边喝酒的是在熙，在熙也注意到了慧仁。慧仁有点困惑，在舞会上他明明对小帅挺有好感，现在为何又和哼在一起？小帅解释了他的困惑，他猜可能是因为面具弄错了，在熙才会认错人。在熙的目标始终是富豪哼珠。慧仁正要起身去告诉哼珠在熙的真面目，却看到他们俩已经不见了。约会结束后，哼珠把在熙送回家。这时候在熙心里非常希望能有哼珠陪他一起上楼。他慢慢走进电梯，两人对视着，电梯门慢慢关上。接下来的情节连编剧都没预料到，他们竟然奇迹般的共度了一夜。不得不说，在熙的手段真的很高明，这样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第二天，哼珠大方地送给他一枚非常贵重的钻戒。在熙以为自己成功俘获李哼珠的心，却没想到晚上他在约哼珠出去喝酒时，哼珠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。原来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哼珠在测试在熙。在熙得逞之后，开始故意给慧仁制造麻烦。他利用职权收回了慧仁丈夫的抵押房子，然后在慧仁负责的学校项目上做手脚，导致学校暂停了慧仁的职务。学校的教务主任觉得慧仁挺可怜，就介绍了一份家教工作给他。他要教的学生正是李哼珠的儿子，这让慧仁又一次见到了哼珠。两位打了声招呼，但可哼珠没认出他来，她正是那场相亲舞会上他挑中的女士。他只是觉得她有点眼熟，没再多想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慧仁明白这就是那个在熙不择手段都要追求的对象，而他心中已经酝酿出新计策，就是要在熙最得意的时候揭露他的真面目。第二天，黛西在约哼珠出游，他打算看着他们能否一同旅行，但哼珠并无此意，只是敷衍了事。之后，黛西主动提出送哼珠回家，甚至为了能与哼珠单独相处，还特意让司机离开。偏偏那时看到了从哼珠家里出来的慧仁，他满脸的不敢相信。当听说慧仁是儿子的家教后，在熙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。他对哼珠说，慧仁就是那次相亲现场的雅典娜。哼珠这才恍然大悟，为防止慧仁揭露自己秘密，他开始反击，把自己的行径全推到慧仁身上，声称慧仁名声极差，经常诱骗男人钱财，已经有不少人上当。没想到他又把目标锁定在哼珠身上，哼珠听着都觉得莫名其妙。他最痛恨的就是别人背后说人闲话。回到家后，慧仁又折返回来，原来是他忘了手机。这些误会让哼珠信了在熙的话，以为慧仁故意靠近他。哼珠一把抓住慧仁的手，质问他是否故意接近。慧仁被冒犯又吓了一大跳，觉得哼珠这样做很无理，没必要待在这种地方，不被尊重的工作环境。于是对哼珠说自己会在孩子期末考完后主动辞职，从哼珠家里出来。他感到很伤心，自己竟被如此误解，匆忙开车离开，却在路上被一辆冲过来的车挡住。下车一看，原来是在熙，他像泼妇一样冲过来，警告慧珍别再靠近他，竟敢触碰哼珠家的事。慧仁誓言要揭露他的真面目，他永远嫁不进豪门。在熙说他和慧仁不是一路人，敢惹他就不会轻饶。这时慧仁才明白，为何自己会无端端被哼珠怀疑，这女人真是脸皮不薄。慧仁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过失，他却威胁慧仁不要揭露她的所作所为，否则要把她丈夫的事公诸于众，甚至用慧仁的女儿做要挟。慧仁被气得怀疑人生。第二天，在熙找到前辈，决定加入宏源律所，因为他清楚宏源事务所是负责哼珠公司所有的法律业务的，想通过这关系更接近哼珠。他告诉前辈自己是哼珠女友，也是未来公司的老板娘，他的加入能加强双方合作，前辈也同意了。金姐又见到哼珠母亲，哼珠母亲询问为何儿子感情无进展，金姐让他放心，说自己已经有了安排。其实金姐从一开始就没有看上在熙，早就识破在熙的心机，知道他控制不住自己，等哼珠的热情退去，他会看清那些女人的真面目，到时再找适合的人选。金姐认为最适合的是美珍，只有美珍和哼珠在一起，自己才能名正言顺的得到那块地皮的使用权。不得不说，经验丰富的人更狡猾。金姐迅速采取行动，让美珍接近哼珠母亲，赢得了她的支持。再次找到哼珠，询问她和在熙的相处情况。见哼珠意识到在熙是奔着她的钱来的，于是推荐了美珍。他向哼珠坦白，他真正需要的不是爱情，而是一个能在事业上给力的伴侣，因为美珍才能给他想要的。他不只是事业上的助手，还能打理好他的家庭。在金姐的劝说下，哼珠再次动心。雷克斯集团内部举行了会议，讨论哼珠和美珍初次约会的地点。有人建议选一个安静又美丽的地方，有人建议去高尔夫球场，
金姐基于对亨珠性格的了解，决定私下包下赛车场。于是美珍和亨珠的第一次约会既浪漫又充满刺激，两人发现了不少共同话题。约会结束时，美珍准备离开，亨珠试探性地邀请她，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喝杯东西。美珍按照金姐的指示，虽然想去，却已有其他事唯有婉拒了，这让她成功通过了亨珠的第一次考验。与此同时，在西还未感到威胁，他以为亨珠当天会去高尔夫球场，精心打扮后跟着前辈也前往，但并未见到亨珠的身影，这让他感到些许失望。金姐则抓住机会继续施加影响，向亨珠询问与美珍约会的详情。听亨珠评价美珍，称她是个冷静而专业的人。金姐再次夸赞，说美珍这样的女性能带来稳定和信任，也正适合成为成功人士的伴侣。在金姐的再次影响下，亨珠决定继续与美珍约会相处，不得不赞叹金姐的能力，她作为红娘的确有一套。另一方面，亨珠儿子的考试也刚结束，在慧人的辅导下，亨珠儿子小浩首次考了满分，这让小浩和奶奶都很高兴，他们对慧人的帮助心存感激。到了晚上，慧人最后一次给小浩辅导，小浩的奶奶想请慧人共进晚餐，但慧人婉拒了，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小浩上课。说完，她鞠了一个躬准备离开。小浩和奶奶都非常留恋她，他们认为慧人是个优秀的老师，问慧人为啥要走，原来是和亨珠有约定，俩人都一头雾水愣在那儿。慧人转身就走了，亨珠坐在餐桌前发呆，小浩被霸气的饭都没吃就上楼了，连妈妈都批评他，遇到好老师不容易。显然可以看出慧人教孩子很用心。亨珠去安慰小浩，说会找个更好的家教，小浩直接说不，他只想要慧人当老师，对爸爸的做法不理解。亨珠也迷惑，为啥儿子那么喜欢这老师？小浩说因为和慧人灵魂相似，和他在一起有妈妈的感觉。慧人不只教学习，还指引他人生方向，第一次遇到这么负责的老师。儿子和妈妈的评价让亨珠深思，亨再次沉思。后来他见了舞会上的那个朋友小帅，听小帅介绍，他才真正了解慧人。小帅说慧人特别专注，他工作很忙，不打算再婚，连报名雷克斯也是他妈偷偷弄的。亨珠意识到自己误会了慧人，主动邀请他吃午饭，向他道歉，希望慧人能回来再当儿子的韩文老师。慧人说他会考虑。最后出于好奇的他询问了那天舞会慧人究竟要说神，慧人就讲了自己的故事。以前她老公因为别的女人要离婚，那女的故意引诱她，还让她贪污。事情暴露后，她把所有罪都推到老公身上，还诬陷他强奸她丈夫，被逼无奈，最后选择自杀。亨珠问那女的是不是也在舞会现场，慧人没透露对方身份。她下定了决心，要挑选在西得意时公开她全部罪行，否则一切损失白费，那太便宜她了。亨珠在旁边劝慰慧人，时间会抹平她的痛苦。想珠自己也心事重重，她虽不缺钱，但身边女人目的明显，她渴望真爱。在西沉浸爱河中，最终醒悟，知道金姐给亨珠安排相亲，她找到金姐不满，声称亨珠已爱上她，叫金姐别再费心。金姐本就不喜欢在西，急于进豪门的她，亨珠难道没看出来？经金姐一提，在西意识到亨珠试探她，金姐好心提醒，让她留意慧人。慧人和亨珠关系特殊，甚至能自由进出她家。在西让金姐别担心，她会处理慧人问题。亨珠因内疚，直接送慧人车，慧人认为车太贵，坚决不收。亨珠意外，在西夜里盯着戒指，似乎另有计划。他想见亨珠，亨珠却因误会慧人不理，在西直接上门把戒指退给亨珠。在西不甘只做情人，他要成为家中女主人，不料因戒指遭冷落。如果这是对那晚的补偿，他不接受。在西演技爆发，说亨珠太自负。几步后，在西又戏精上身，他称亨珠太自大自信，以为他贪他财产。我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了对他的不喜欢，但在金姐再三的请求下，我才勉为其难的同意见他。你听听，这大姐说的话像话吗？说谎不带眨眼的。最终西又用了一招激将法，明白了亨珠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，觉得没必要再和他交往。那天晚上我就是玩得开心而已，我不需要亨珠的任何补偿。这场表演真的起了作用，让男人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。西的演技真是高超，成功激发了亨珠的竞争欲。不得不说，西在勾引男人上很有一套，他在这方面真的很有经验。之后他们去了酒窖挑酒，西一秒前还在分手的戏码，下一秒又开始谋划新的计策。他主动提出与亨珠成为朋友，亨珠也乐意答应，毕竟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总是好的，不用负责，何乐而不为？但西心里可不这么想，他所说的做朋友蕴含着无限可能。正当他们在酒窖中暧昧挑选，慧人却带着小号意外出现了。西看到自己的计划又被破坏，他真想将慧人吃掉。慧人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今天的小号，本来想告诉妈妈自己韩文考满分的，但看到妈妈过得好，也就没打扰。于是在楼下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亨珠请他接儿子回家，他才出现在这里。但西不管什么理由，像疯狗一样把慧人拉到外面，这无疑是两个女人的战争。两人情绪激动，差点动手。面对疯狂的西，慧人毫不畏惧。没想到第二天西又给慧人设下陷阱，利用职权把慧人住的房子拍卖了，车子也被公司暂时扣留。她的生活现在更加困难，因为房子马上要拍卖，母女俩只得连夜搬家。
即便如此，在熙依旧不打算放过他们，竟然径直来到他们家，在那里对母女两人进行了一番讥讽，甚至不顾孩子在场，对慧仁进行辱骂。面对这种恶言恶语，母女俩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在熙走后，小帅得知情况，也来到了这里，了解到母女俩无处可去，他慷慨地买下了他们居住的整栋建筑，这意味着慧仁和女儿不再需要搬家。看来富豪的举动确实与众不同。就这样送了一栋楼给前女友，虽然慧仁还是要继续交房租，但他还是非常感激小帅的援助。第二天，当在熙得知这消息时，气得不轻。他没想到自己暂时没办法对付慧仁，而在另一方面，小浩在韩语考试中再次得了满分，这让亨珠十分高兴。为了奖励儿子并感谢老师，亨珠决定带着儿子和慧仁母女一起去游艇上玩耍。当大家一起吃饭时，慧仁的女儿叫了小浩一声哥哥，这让小浩非常开心，开始憧憬有一个这样的妹妹，他会非常疼爱她。自从父母离婚后，他很少能见到妈妈，虽然他恨妈妈的背叛，但他依然渴望母爱，因此慧仁的关怀让他很愿意和她在一起。后来他们一起去海钓，小浩在收拾东西时不小心割伤了手指，慧仁见状马上上前关心，并细心地包扎了他的伤口，还嘱咐他注意不要碰水。看着他们亲密如母子的场景，旁边的亨珠似乎也被感动了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对慧仁开始产生了不同的情感。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发现儿子以前总是沉默寡言，现在却能和这对母女一起快乐地唱歌跳舞。他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亏欠有多深，也明白是慧仁的出现让儿子变得这么阳光。就在两个孩子跳舞的时候，海风吹拂间，慧仁差点一个踉跄摔倒，幸亏亨珠反应迅速，扶住了他。这是他们之间首次有了身体接触，两人都感到有些窘迫又羞涩。玩乐结束后，亨珠仍然坚持想把上次的豪车礼物送给慧仁。慧仁原本想要再次拒绝，但女儿却兴奋地钻进了车里。慧仁看着女儿的行为，感到有些无措。亨珠察觉到慧仁的困境，于是告诉他不必感到负担，这仅仅是为了感谢他照顾他儿子的小礼物，没有其他多余的意思。当慧仁母女离开时，亨珠没想到的是，小浩突然说出，如果他有一个像慧仁这样的母亲，他可能会更幸福。亨珠看着儿子羡慕的神情，也不禁露出了微笑。深夜，小帅独自一人在家喝着闷酒，他从慧仁女儿的微博上看到了他们一起出游的照片。这时，金姐不合时宜地走进他的房间，表示愿意和他合作，帮他匹配到他喜欢的慧仁。第二天，金姐以自己的名义将慧仁带到了小帅面前，不仅夸赞两人很般配，还透露小帅是他的人脉之一。而巧合的是，美珍和亨珠也恰好来到这家餐厅约会，这显然是金姐的安排。慧仁还未开口，金姐就宣布他们是在约会。慧仁没有向亨珠解释任何事，因为他清楚金姐为何这么做，知道自己最近常去亨珠家，不想干扰亨珠和美珍的约会。金姐将小帅和慧仁撮合，是因为他知道老头不会赞成这段关系，这可能会引起父子之间的矛盾。在另一边，和美珍约会的亨珠看到两人在一起，心情也变得沉重。这时美珍还故意挑衅，说他们看起来很配，好像早在大学时就是情侣了，再次相逢也许是命中注定。他却不知道的是，他身边的男士压根儿不想听这些废话。一旁的在熙也没闲着，忙着给慧仁设陷阱。他借助职权找到了加亨珠的前妻，还捏造了慧仁利用家教身份故意靠近亨珠，别有用心。现在他的儿子也挺喜欢这位老师，这个女人真是不开窍，直接气呼呼地跑到亨珠家去了。他认为儿子不接自己的电话，全是因为慧仁在背后搞鬼。看到刚教完课下楼的慧仁，他开始口出侮辱，声称慧仁当着孩子面做出了丢人现眼的事。亨珠为了保护慧仁，跟他吵了起来，结果被前妻扇了个耳光。亨珠警告前妻以后别再来自己家，如果不是为了儿子，他早就不会再忍他了。两人的争吵全被慧仁和小浩看在眼里，为了安慰亨珠，两人一起去了酒吧。亨珠心情不好，决定借酒消愁，因为都曾被爱人背叛，所以他们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痛。微醺的亨珠一直盯着慧生的脸，这时候他对慧仁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，而慧生也在安慰他，一切都会有新的开始。他请求亨珠帮个忙。另一个地方，金姐又有了新计划，也向在熙透露，慧生不是要破坏他的婚姻，而是要彻底摧毁他。只有彻底让慧仁消失，问题才能解决。他想看两个女人自相残杀，最后美珍能从中得利，和亨珠走到一起，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没头脑的在熙又一次信了他的话，他开始策划怎么对付在熙。那个曾经同在一家公司因贪污坐牢的社长竟然出狱了。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在熙。在熙看到这个男人也明显慌了，原来男人入狱也是因为在熙的关系。不过在熙给了他一笔难以拒绝的钱，所以关于在熙和慧仁丈夫的事，他选择了保持沉默。而慧仁此前也多次在监狱中见过他，希望他能够亲自出庭指证在熙，让那个心肠恶毒的女人受到应得的惩罚。对于慧仁这种毫无利益可图的人，男人完全不予理睬。他眼睁睁看着在熙过的风光，自己却在这儿苦做了那么久，心里自然不是滋味。他不多言，直接一把抓住在熙，拉到了天台。在熙恳求这个男人最后帮他一次，
那就是干掉慧仁。作为回报，他会给他相应的酬劳。另一方面，亨珠决定在自己的葡萄酒庄准备一场酒会，他陆续给所有人发送了邀请函，连卧病在床的老父亲也来到了聚会。看到精心装扮出席的慧仁，小帅被迷住了，两人之间的欢声笑语也让老父亲看在了眼里。他过来询问儿子身边的这个女孩是不是他心仪的对象。慧仁急忙否定，说他们只是朋友而已。但小帅直言不讳，表白了自己对慧仁的爱慕之情，并说即便慧仁有孩子，曾经离过婚，他依然会选择她。这番话几乎让旁边的老父亲气炸了。在这尴尬的气氛中，慧仁转身准备离去，却被小帅和亨珠两人同时拦下。当两人都站出来支持慧仁时，旁观的在熙忍不住了，他走出来对亨珠说，慧仁就是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，她是故意靠近亨珠，想要当家教。说着还拿出了一段录音，录音里是慧仁以前的大学教授的话。教授说，慧仁一开始就知道了亨珠的身份，得知亨珠家需要家教，他甚至不惜辞职也要去。在熙这种诬陷别人的手段还真是厉害。慧仁看到他这么无耻，没有留情面，直接从包里拿出是在熙送给他前夫的定情戒指，当众揭露了在熙和自己前夫的关系。戒指让在熙明显慌了神，他还想否认，说自己是被迫的，但慧仁说戒指里刻着他们的名字，而且买戒指的人正是在熙。他追问在熙究竟想如何解，是她逼得自己的丈夫走上了绝路。这时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他，来人正是当时最了解内情的社长，看他的态度似乎是来支持在熙的。在熙见到了自己的救星，立刻壮了胆气，声称正是因为慧仁丈夫的诬陷，自己才家破人亡，锒铛入狱。那男人径直走向慧仁，质问他是否真的想要揭开真相。众人面露惊恐之色。男人突然回手给了在熙一个耳光，在熙完全没反应过来。男人斥责他居然还敢死不悔改，明知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却还能如此理直气壮。接着他播放了一段录音，录音里是在熙企图栽赃给慧仁丈夫的证据。真相大白的那一刻，慧仁终于流下了眼泪。在熙败露后，仍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叫骂，但警察迅速赶到，以贪污和诬陷的罪名将他逮捕。原来亨珠之所以安排这场酒会，是慧仁告诉了他真相，他想要帮慧仁一起惩处罪恶。事情终于画上了句号，亨向慧仁表露了心迹，两人开始准备迈向新生活。但亨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被捕的在熙再次出现在他面前。原来在熙威胁了孙议员，如果他不帮助他，就会揭露他们之间的往来，害怕影响自己的选情。孙议员利用了自己的职权，让这个私生女重获自由。出狱的在熙第一件事就是向亨珠等人宣战，他表示绝不会轻易放手。这边的金姐又找到了慧仁，告诉他小帅为了他已和父亲反目成仇，小帅为了争家产也愿意支持他们，但他的真实意图早已被慧仁看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进入了房间，慧仁看到被释放的在熙，脸上满是震惊。紧接着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口舌之争，双方都誓言绝不会对方好过，但最终能够胜出的女人会是谁呢？而在熙被释放后，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要打击李恒珠，并将慧仁置于死地。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了总统竞选的成功，必然会维护一个无懈可击的公众形象，因此他利用这点胁迫父亲帮他报仇。他首先想要摧毁的就是李恒珠的公司，因为这个男人不但玩弄了他的感情，还在他背后支持了慧仁。孙议员为了隐藏秘密，也不得不同意。之后他又找到了亨珠的商业伙伴，他知道这个男人早已对恒珠公司虎视眈眈，甚至还与他的前妻有染。他拿出了一份文件，里面正是亨珠在公司合并时出现的合同瑕疵，只要抓住这个漏洞，就能让恒珠下台。那男人立刻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于是决定与在熙合作。在两人的精心策划下，恒珠的公司很快面临重大危机。为了挽救公司，亨珠只能寻求孙议员的帮助。孙议员愿意伸出援手，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那就是要亨珠和他指定的女人结婚，而这个女人正是他的私生女在熙。在熙一直未放弃成为亨珠的妻子的念头，只要亨珠向他求婚，孙议员就不必出面，他自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原来他与亨珠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只是表面的，其实是为了换取成为亨珠妻子的筹码。与此同时，美珍的母亲也找到了孙议员，他质问他为何将在熙嫁给亨珠。他原本计划的是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面对妻子的追问，孙议员不敢透露两人之间的真实关系，因为他还需要妻子在选举中的支持。美珍的母亲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，她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在熙就这样无故消失在这个世上。另一边，亨珠的母亲也找到了慧仁，得知儿子喜欢慧仁，亨珠的母亲拿出一大笔钱，希望慧仁能离开他的儿子，同时不再做小号的家教老师。而慧仁本人并没有再婚的计划，他拒绝接受这笔钱。今天正好是慧仁女儿的生日，慧仁提前回家准备了一桌美食，小帅也特意带了生日蛋糕，但在熙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，他把目标对准了放学回家的女儿，心生一计更加毒辣的计划。慧仁接到一个电话，了解情况后，他脸上露出了惊恐，他匆匆赶到医院，看到女儿昏迷在病床上，慧仁几乎要崩溃了。医生告诉他，如果2周内女儿仍未苏醒，就可能得准备后事。
慧仁望着昏迷的女儿，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这时，金姐也来到医院看望，她递给慧仁一些照片，照片里是在西和一个司机交易的场面。慧仁悲痛欲绝，没想到在西会如此残忍，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，知道是在西害了自己孩子。亨珠愤怒地找到在西，在西面对指控却拒不认罪。慧仁冷静下来，修复了丈夫的手机，手机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她发现了在西是孙议员的私生女，这解释了为何在西会被轻易释放。她直接找孙议员，要求他管教女儿，却被保安粗暴地赶了出去。门口，她遇见了始作俑者在西，在西还没反应过来，她一巴掌打在西脸上。这次慧仁真的被激怒了，他誓言要让所有参与者付出代价。离开议员办公室，他找到了记者，将所有证据交给了记者，希望能将真相公诸于世。在西决定先发制人，他以身份威胁孙议员，要他解决掉慧仁这个问题。孙议员为了正途，只得勉强答应。在西目送他给秘书打完电话，确认处理掉慧仁后才离开。当慧仁与记者见面回家时，一辆车已经悄悄跟踪着他，车子最终在路边强行让慧仁停下。他们把慧仁打晕后塞进了后备箱，还特地拍了慧仁车子被压扁的照片。照片发给在西后，他终于松了口气。在西得知这一切后，表情复杂，他终于可以安心了。亨珠出人意料地找到了在西，同意了在西的提议。他带着在西来到了结婚典礼的场地，说明尽管婚礼是经过协议的，但也不能默默无闻地进行。他打算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公开他们即将结婚的消息。在西对亨珠的浪漫举动感到意外，没想过亨珠还有这一面，因此他没有多想，就答应了亨珠的提议。看着亨珠为他准备的一切，他感动得不知该怎么办。然后他们一起出席了发布会。亨珠说他为在西准备了一份大礼。随着大屏幕的打开，里面竟播放是他和孙议员关系的新闻。在西听后吓得目瞪口呆，他想要逃跑，但被亨珠抓住。亨珠当着所有记者宣布在西是个私生女，还揭露了他的贪污受贿行为，甚至是谋杀和敲诈。孙议员看到新闻后也很震惊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妻子和秘书美珍已经背叛了他。原来慧仁早料到在西会杀他灭口，所以他先一步找到了美珍的妈妈，也就是孙议员的妻子和秘书，把真相告诉了他，包括在西和孙议员的秘密。他说所有证据都交给了记者，如果他有任何事，所有罪名都会落到在西头上。孙议员为了自己的选举会抛弃他，所以美珍的妈妈没有对慧仁下手，反而放他一马。败露的孙议员和在西都受到了惩罚。1个月后，慧仁在监狱找到了在西，这可能是两人第一次平心静气的交谈。慧仁问在西是否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在西说他一点也不后悔，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他一生的愿望就是毁掉孙议员，他觉得自己注定要在黑暗中活着，所以他这辈子都要努力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慧仁没想再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故事的最后，慧仁的女儿终于醒了，没什么大碍，慧仁也终于放下了心事。他走进了婚礼的殿堂，伴他左右的确实是小帅，但小帅似乎并不那么高兴，原来他只是个伴郎，真正的新郎是站在一旁的亨珠。小帅尽管不甘心，但还是选择了默默祝福。故事也迎来了完美的结局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